好，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的物价创了40年新高。现在民众呢吃饭喜欢去这种 Happy Hour 的时间吃饭，而且呢不点主菜，改点开胃菜。上流则是社会的人过得非常的好，花钱大手笔的花钱。另外呢，这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集团式的抢劫、铤而走险，竟然是在美国的这一些日常当中不断的发生。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来自于通膨的压力，可以说袭击了消费者。当然了，全美的餐饮业在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寒冬哦。许多美国人，我们刚刚说了嘛，正餐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他们会选在 Happy Hour 这个时候去吃饭，而且点的东西呢，就是比较便宜的、比较有优惠的，不管是小点啊、开胃菜这些，而不去点这些正餐。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在美国的一对夫妻他们用餐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们说呢，当时他们去点这个，他们在餐厅里面点餐的时候，点的是包括了炸物啊、汉堡啊，搭配这些优惠的饮品，包括这个他们的啤酒，买1送1等等。那这花费真的是大幅的降低了，到了$51，远低于他们过去呢一般消费的价格，大概是落在$75左右。那所以这就是美国纽约，还有包括多州现在的一些日常。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通膨失控，当然了是引爆犯罪率不断的飙升，而且是这种集团式，是这种快闪的抢劫袭击在美国多州。我们就举当中的几个例子来看，包括在加州，当时发生的事情，这都是这几天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有10多名的蒙面歹徒突然间驾驶他们的车辆就冲进珠宝店内去做洗劫。根据了解哦，当时做洗劫的时候，88岁的店东是直接在现场，那么看到这些画面，直接就倒地哦，中风爆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芝加哥的这边有一家 LV 的旗舰店，歹徒就直接撞门抢走近$70万的商品，换算新台币2000多万元。不要说这个是精品啦，包括了这一些美国的一些比较好的海鲜货品之类的海产在运往，包括这些大闸蟹等等在运往，还有活龙虾运往 Costco 的路上也遭到洗劫哦，他们的货柜卡车，那么总价值换算新台币也是高达了1200万元左右。赶快来看到 FBI 正式公布的一个数据，他说6人以上的犯罪模式快闪抢劫案，当时2020年大概是300宗，但是到了2024年已经到达了1096宗，数量短短的几年之内，4年、5年之内暴增了大约3倍。有超过80%的零售店业者都说，现在感觉做生意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因为暴力事件、各种的抢劫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底怎么回事？美国真的经济还能够持续稳健的发展吗？委员怎么看？美国的经济现在显然看起来马上要面临一场这个重大的风暴跟灾难了哦。就其实，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哦，像以美国为例子哦，它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中间经历过好几次的波折。其中有很多的灾难跟危机哦，都是因为当权者，都是因为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法而造成的。在这个之前，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当时就是因为美国总统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他的政策现在跟川普几乎是一样的，他用关税的方式，所以导致到全球的这个货币系统大乱，然后美国经济大萧条，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了这个这个24世纪开始爆发了哦。那么我要回过头来讲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哦。你如果仔细把它掰开来做一个分析的话，你会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多重器官衰竭的问题，它是好多个层面都面临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哦。比如说你发烧，我要给你吃退烧药，可退烧药会伤到你的肾哦。如果吃了退烧药，你的肾就完蛋了。可是你肾功能又要衰竭了，我要护你的肾功能，我就不能给你吃消炎药，不吃消炎药，你的肺炎怎么治呢？他现在马上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美国原本的债务问题就很严重，然后美国的这个美元的信心本来就是低迷不振，然后再加上现在 AI 的整个的产业的转型，造成了失业率的这个上升，跟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剧，这些东西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时候你川普再加上一个关税下去，造成了通膨难以弥补、难以解决。所以我给大家看几个数字哦，《金融时报》最近公布的，美国现阶段的美元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近10年来。从10年来的过程当中，美元已经跌了9.6%，将近10%了，代表说它针对全球的一篮子货币，美元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
你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觉得说，哎呦，这样子我的这个美元的国际的这个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可以大幅提升。可是不要忘了哦，当美元的信心大幅跌了10%之后，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美债还卖得出去吗？代表大家对美元的信心，代表大家会减持美元了。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数据是最近金价又破了$4500了。金价跟美元一向都是反指标的，当金价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代表大家开始这个减持美元，改持黄金。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美国马上要面临到的这个重大的挑战，就是联准会的主席要下来了。川普现在想要用他自己的人来当联准会主席，现在有3个人选，不管用哪一个，将来都是要大幅降息。降息代表什么？代表已经通膨了，然后你还需要你市场上还注入这么多美金，那这个通膨的问题根本就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我一直在讲，美国的经济非常不好。可是很多人讲说，哎呦，美国的股市不错啊。的确，美国的股市今年3大指数大概涨了12%到15%。可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数据，各位看看3家重要的科技公司的本益比有多高。这个辉达的本益比47，AMD 115。这个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是33。什么叫本益比？就是你买了这只股票之后，你要多少年才能回本？你买一只辉达的股票要47年回本，你买了这个 AMD 的股票要115年回本，你买了 Alphabet 的股票要33年回本。这算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状态吗？这反映出来的就是美国的经济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大的泡沫。当这个泡沫破了，再看到通膨，再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当然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了。好，谢谢委员。那汉庭要怎么看？其实，在目前美国的这个状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物价在天上飞，法律在地上爬。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它都不是孤立的个案，把它们串联起来，你看到的是高科技犯罪、低效能执法，还有崩溃式通膨这些系统性危机。一个国家的龙虾车需要像运钞车一样去防备，88岁的老人守不住自己的店铺，这个超级大国的治安的内裤已经被彻底扒光了。所以通膨创下了40年的新高，这不仅是单纯经济数据，更是这头大象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如果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哇，一个普通的晚餐账单就能够压垮一个家庭的预算，那同时之间呢，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开始松动。所以可怕的不是穷，而是犯罪成本的归零。在加州第47号提案这种荒谬立法的庇护之下，950美元以下的窃盗被视为轻罪。那警察基本上抓了就放回去啊，检察官也不太起诉啊，这根本就是法治自杀。所以直接把抢劫变成了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创业项目嘛。所以大陆就笑，这根本就是零元购。FBI 的数据也告诉大家，6人以上集团式的快闪抢劫，4年人数翻了3倍，这根本是一种准军事化的城市游击战吧。所以，这根本是美国的治理能力赤字的大爆发。这大国的衰落不仅是因为外敌的入侵，就是因为你内部秩序的崩塌。结果美国政府在干嘛呢？就到处搞贸易战啦、关税战啦、科技战啦，然后矛头对准中国大陆，不然呢就是在外面发动军事战争。好。但是呢，对内却连一笔龙虾、一家珠宝店、一顿安稳的晚餐都保不住。这就是当下的美国。华尔街的精英在喝香槟，华盛顿的政客在搞斗争，普通老百姓只能在 Happy Hour 里面吃着干瘪的面包，祈祷下一个被撞开大门的不是自己家。好，确实，现在美国的社会就呈现一个极端的 K 型化社会。那根据统计，前10%的这一些富人，他们光是这个消费就已经占了全美的人数的大概50%以上，贡献了大概50%以上，所以富人他们消费得起，动不动出去度假就花个1000万元左右。干哥又怎么看？我们以前有讲 M 型社会，对不对哈 ？M， 好像美国不是 M， 美国是 K。那 K 呢？怎么解释？其实很简单 ，K 型社会就是富人越来越往上，因为他们的财富跟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那穷人呢，就越来越往下。而不要忘了，穷人当然是占大多数，中产阶级以下当然是占大多数，对不对？好，但是我又给你一个很矛盾的数据，也就是说，美国正式突破100万富翁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有2400万人。那是占他们全国的国民的1/10了。为什么？美国现在大约有2亿5千多万人，就他们竟然有2400万的100万富翁，那是账面上给你看的。为什么？因为你持有股票跟基金，
以及不动产，所以被归类为百万富翁。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你错了。为什么？因为像这样子的百万富翁应该是中产阶级以上，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现在每天领取代餐，也就是食物银行会发出来的餐点，你知道一天有多少份吗？你绝对猜不到。